NPD 也叫自恋型人格障碍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多多少少的人格障碍，这很正常，这非常非常正常。但是呢，在这里边会有一个类型叫自恋型。自恋型在心理学上，实际上他们管这个叫不死癌症。什么叫不死癌症？根治不了，治愈不了。所以 NPD 是唯一一个治愈不了的，而且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有被治愈的案例，所以它也叫不治之症嘛，黑洞。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发现他是 NPD， 不要对这个类型的人抱有幻想。你不要觉得比如说你是他的丈夫，或者你是他的老婆，或者你是他的子女，你就觉得随着时间，随着感化，随着说教，或者随着引导，你可以把它扭转过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在这里边讲一下 NPD 也叫自恋型人格障碍核心的几个特征。什么叫做核心特征？就是必然发生的特征。第一点，它有极为强大的本能的人设感，所以这个重点是强大的本能的，而且这种所谓的人设大多数是对外的。什么叫对外？他出门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，或者来了一帮朋友，他就会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，所以这是一个极为强大的自动的本能的人设感。它是对内控制，对外演戏，这是第一个特点。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这种人格的人，他的一生目标就是人设，他的一生的目的，活着的目标，活着的意义就是立人设，就是演员，就是表演，这是他一生的目的，并且伴随终身，永远活在自己演绎的人设中不能自拔。我跟你说，很多老板是这样的，他就是在那个状态里，而且不能有人反对他，他对别人的掌控欲也很强，对自己公司内的掌控欲也很强。比如说在第一条里边，他有极为强大本能的人设，立什么人设呢？立一个成功者的人设，立一个完美的人设，立一个非常聪慧大气的人设，立一个好先生，立一个好女人，立一个好儿子，立一个好闺女，立一个好的男朋友，好的女朋友，就是他都要扮演。这种人是不允许自己在人设上崩塌的，或者说他不允许别人揭穿他，只要揭穿他就会触发他的反馈模型。总之呢，就是不能被揭穿一直要扮演，必须扮演各种人设。所以他们的一生当中重点两个字就是包装。什么叫包装？我给大家具体讲一下。比如说有几个特点，包装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或者说和一个陌生人认识的初期，他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非常完美的、和蔼可亲的，或者是他觉得他需要在相对应的人群他扮演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。比如说他应该扮演强势，他就是一个强势的角色；应该扮演很和蔼可亲，他就扮演一个和蔼可亲的一个角色。他是看人下菜。我为什么把这个讲那么细？有些人啊，这个刷存在感，你觉得他是立人设，但是呢，有些人他的这个立人设和刷存在感，他是一个身份，他只扮演一种身份。但 NPD 不是， NPD 是随着你的需要，他会自由的变化，但是呢，随着你跟他的链接时间长了，你会发现他具备伪装的特质。比如说谈恋爱吧，或者说过日子，谈恋爱，或者是成为合作，反正建立这种共生关系，时间久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他虚伪。但这种虚伪他自己不知道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不觉得自己虚伪， NPD 不觉得自己虚伪，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在伪装，他真的没有觉得自己在演，就是他完全进入角色了，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他表演出来的那个样子。而且当你揭露他虚伪的时候，他真的会愣住，而且会告诉你，我没有这么想啊，我没有这么做呀，我不是这样的呀，我真的是为你好啊，我真的是好大哥呀，我真的是好大姐呀。所以他对自己的被表演的、被包装的这种身份是认同的，他没有觉得自己在演戏，或者说长期伪装和包装自己的人，他会自动的爱撒谎，就是
说话很虚，明明是一个30分的事情，他会把它夸大成一个3万分的事情，把它说得非常非常伟大，说得非常非常的气势磅礴，但是他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假的啊。所以另外一个特点就是，这还是在第一个特点里，会自动的撒谎。价值30分的事情，我把它夸大成吹嘘成3万分的事情，这不就是撒谎吗？所以你在 NPD 的身上听不到实际的信息，或者说可能说这个事情刚刚开始，刚刚存在，刚刚有一点苗头，但是他把这个事情说的已经做完了，或者说已经有结果了啊，他是这样的一种撒谎方式，而不是主动的想好了骗你，不是他主动的在见你之前编好了谎言然后跟你接触，不是。另外一个点就是他们完全不具备共情能力。什么叫完全不具备？就是他们没有共情能力的这个功能，但是他会演绎共情能力。所以共情是 NPD 的手段，共情能力他虽然完全不会，但是他会演绎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共情能力是他的办法，是他的手段，是他接触你、接近你，让你相信、让你投入的手段。但是他的内心完全没有共情功能，就是他对别人的情绪是无感的，像一台机器一样。尤其是当谈恋爱的时候，比如说恋爱对象情绪上来了，或者是情绪爆发了，他在这个时候会利用你的情绪爆发干什么事情？依旧还在指责你和打压你。其实 NPD 多出冷暴力，这个类型的人是冷暴力高手。他为什么能够冷暴力？是因为他其实是没有共情能力，我就虐你了，我就在你的火上浇油了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在说最难听的话，在你精神崩溃的时候继续指责你，继续打压你，就是这个就是丧失共情能力的特点。那么他擅长什么？他们最擅长的一句话，让你去找你自身的问题，甚至比如说明明是他有问题，他错在先，他也会在这种情绪的拉扯上还让你找你的问题。所以这种人擅长什么？擅长诡辩、狡辩，无中生有，倒打一耙，这就是他的特点。这就是 NPD， 铁证如山，依旧不认，这就是 NPD。 他不能承认，承认他就完了，这就是 NPD。 不能够揭穿他，揭穿他就是底线，是击碎一个 NPD 的底线，直接就破防了，他不能被破防，人设就崩塌了。所以这个类型的人，他为了去立人设，会上所有你知道的所有手段，他会学会所有性格特点。 NPD 就是模仿大师、演绎大师，牛逼的演员，别人会的他也会，别人不会的他也会，就都会。给你举几个例子啊，他会上那些手段，他会 PUA， 叫打压，让你产生自我怀疑，他也会讨好你，装可怜，博得你的同情，而且都是高手，每一个演的都非常非常的好。同时他也会让别人替他去传好话，他也会扮演乖巧，通过扮演很乖很柔弱，然后拿下你周围的人，比如说拿下你的父母，拿下你的兄弟、你的姐妹。他还会假装离开，而且演得很好很真实，但是呢离开之后还会让你能够搜索到他，他还是会出现在你的这个信息的范围之内，来展现什么呢？这不是离开了吗？这不是分开了吗？来展现他现在活得很优越，他现在活得很好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你吃醋，希望你再回来追他。这招他也会，无论男女都会。他还会什么？他还会威胁恐吓，威胁你是吧？面红耳赤，然后拿着一些什么照片视频，反正就是吓你，他也会。他还会什么？他还会歇斯底里。什么叫歇斯底里啊？实在不行咱俩撕破脸，破罐破摔啊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这都会。最牛逼的他还会一点，还会扮演一个理智成熟的人，他都会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所有人的招他全会，全都会，而且都演得很好。其实这些招，这些所有的目的
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他会了这么多本事，扮演这么多角色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你离不开他，就是控制你。你喜欢什么类型，我就是什么类型。什么类型能够控制你，我就是什么类型。他的目的就是控制你。所以对于 NPD 4个字形容，就是防不胜防。防不胜防，你没有办法去防止这样的人。你只要沾上这样的人，基本上就需要一段时间去发现，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现。他为什么控制你？他为什么会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控制所有人？因为 NPD 的内核是空虚的，空心人，空的，它的内部是空的。你理解它的内部是空，你们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胆怯。你想象一下，他的内心是空的，那他当然胆怯了，当然胆小害怕了。但是他表面是很强硬的，表面是很伪装的，非常的完美。所以他还有一个特点是欺软怕硬。从这种人的内心是根本不敢发生真正的正面冲突，他会完全避免发生正面冲突。而且这种人，这个类型的人一辈子不会反思，他们没有反思的功能。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掌控欲和控制欲？你想象一下啊，他内心是空的，他必须靠控制别人，就别人都是工具人，通过控制别人，刺激别人来找到他自己，来佐证他自己的存在。往简单说，就是一生都在刷存在感。而且光控制不可以，还不够，必须是让周围的人都臣服于他，听他的话，别人都是他要利用的人，就是要崇拜的，跪在地上的，被他利用。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前面他会使用那么多手段了。这个人没有变成一个工具人之前，他会通过各种手段，一系列的手段来控制你和影响你，慢慢让你离不开他，最终成为他的工具人，来填补自己的情绪价值。所以 NPD 的内心需求诉求是什么呢？通过别人对他的认同和认可来压住自己的内心羞耻感，或者说自己的羞耻心。他的内心是羞耻的。为什么是羞耻的？因为是假的，空的，没有，一切东西都是扮演出来的，都是演出来的。他自己是没有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他没有任何价值，什么都不存在，一切都是包装出来演绎出来的。所以他有羞耻心，所以他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别人对他的认同认可。我说人话，就是一定要承认他演的就是那么回事儿，大家都信了才行。他不是传染，是可遗传，是可以被遗传的，这也是他恐怖的地方，是可以被遗传的。造成 NPD 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原生家庭让他们成为这样的呢？一般来说是2种，或者说2个类型。什么样的原生家庭会培养出来这样的孩子呢？我插播一句，为什么谈恋爱要去男方或者女方的家里边看一看他的父母，看一看他的原生家庭，了解一下他是在怎么长大的，非常重要。第一个情况是原生家庭他的体验是长期被忽视被冷漠，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什么叫做忽视，什么叫冷漠？很简单，就是一直这个小朋友的诉求没有被回应过。这个没有被回应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缺爱嘛，而且是长期的缺爱。由于长期的没有回应，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不知道，打小他就不知道，什么是爱，从小他就不知道什么叫母爱，什么叫父爱，父爱长什么样子，母爱长什么样子，他不知道，这叫做没有回应，造成了他这样的小孩长大之后是一个空心人，心是空的。其实 NPD 很可怜，但是不要去同情啊，因为无药可救，虽然可怜，但是你没办法，拿他没有办法，你救不了，谁都帮不了。第二个类型，原生家庭的类型是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超级的宠溺和溺爱，就这2个极端。为什么呢？你说不对啊，超级的被重视，超级的宠爱溺爱，应该能够让他感受到爱呀，他应该是爱都溢出来了呀，他怎么还会变成空心呢？脱离实际了，让这个小孩反而失去了边界感，让这个人反而不真实了。溺爱就是去溺爱的那个人，那个大人
按照他的方式强给他，强加于他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这个小孩明明吃饱了，或者说明明他不冷，什么叫溺爱呢？妈妈冷，他就觉得孩子冷。你看啊，重点是孩子的诉求没有被回应，孩子的诉求你不反馈给他，你不听他的，你根本忽视，没有回应就是你忽视了他。妈，我不冷，然后妈妈说不，你冷，其实这就是忽视，这叫做孩子的诉求没有被回应。这个能理解吗？溺爱就是这个过程。我冷，我就觉得你冷；我感冒，我也觉得你不舒服；我觉得外面这个空气不好，我也觉得你也觉得外边空气不好；我没吃饱，我也觉得你也没吃饱。你说我吃饱了，我就不想吃了，我现在不想吃，一口饭都不想吃了。不，你必须哄着你，追在你屁股后面，必须吃，必须吃，必须吃。这个叫溺爱。所以不要把溺爱理解成什么爱过度，什么给他提供的条件特别多特别好，这都是就是歪曲了，就还是不太理解。所以这同样第二种类型的原生家庭，同样这个小孩还是让这个小孩他的行为没有得到回应。所以第二种叫超级溺爱和宠爱，往往培养成什么样的孩子呢？巨婴、妈宝男或者是妈宝女。所以你一听巨婴，一听妈宝男，一听妈宝女，大概率他就是 NPD。 听懂这个逻辑了吗？为什么？什么叫巨婴啊？从小到大这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，就是巨婴。80岁他还是巨婴。这个叫做情境，原生家庭的情境让这个小朋友内心对自我是虚化的。什么叫虚化？就是从小到大这个小朋友对于自己的感知是没有的，对于自己没有感觉，因为你不回应我，我说我吃饱了，你跟听不见一样，我说我不冷，你也跟听不见一样，对吧？一个是爱的缺失，冷漠忽视，还一个是爱的溺爱，都是让他没有自己感觉。这个过程在这样的原生家庭的这种氛围和过程里，这个小朋友对于自己他的概念就是被抹去了。我不存在，你们最重要，妈妈说什么最重要，爸爸觉得什么事最重要，我爸说行就行，我妈说行就行，我的感觉不重要，因为我不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啊，你去比如说你交朋友，他们呢会经常说随便啊，这也行，随便听你的，随便这也行，听你的。然后在关键时刻他说我这事儿我得问问妈妈啊，这个我得回去我得跟我妈说一声，我得问问我妈。关键时刻说这个事儿我得回去问问我爸，我得看看他们的意见，因为他对于自己是没有意识的。也就是说，由于这个人呀，对于自己是没有意识的，所以他感受不到自己。所以这种人是特别害怕孤独的，没有朋友不行，没有姐妹不行，没有兄弟不行，没有闺蜜不行。而且他们在干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找一个伴儿，出去旅游找一个人，逛街必须找一个人，难过必须找一个人，做事业吧，搞钱吧，得拉一个，不能做到自己独当一面。他从来没有这么生活过，必须得拽一个。这个就是必须通过别人来不断的证明自己。但是凡是他拽的这个人，他拉的这个人，他接近的这个人，或者说他相信的这个人，相信他的这个人，就是最亲近的人吧，他会对最亲近的人下狠手。这个东西是无意识的啊。什么叫下狠手啊？反复的服从性实验，这个是他控制不了的。所以他为什么要控制他？他为什么要抓住这个人？要控制他，服从性。所以在表象上叫挑逗、挑拨。挑拨什么呀？挑拨相信他、亲近他的人的情绪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？为什么要去挑逗别人、打压别人？实际上他是通过打压别人，让别人情绪失控，来反过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所以 NPD 他其实不是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黑洞，但是看起来他又是一个完美的演员、演艺高手，但内心是绝对空的，他不是一个正常人。所以这种人是无法被救助的。那我们去讲一下，我再讲的更具体啊。